感谢各位1年多来订阅追踪的朋友呢，你们长时间的观看呢，让我的 YouTube 频道呢得以开通这个专属会员的功能。那我可以坦白说，YouTube 的会员功能本身没有什么实质作用，但是你捐献的一小步呢，是支持重度身障者生活的一大步，也是打造一个成功的案例，让我们身障者呢，就算在家也可以有生存的空间、生活的管道，是对身障者自立生活的一份助力。那各位也可以按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，用每个月1杯饮料的钱呢，来支持我们，鼓励我们，让我们有创作更新的动力，也让我们有生活的空间。好，大家好，今天我跟各位介绍呢，如何呢让 AI 呢去帮你的档案进行分类哈。实在是太多人问我哈，如何让 AI 呢去判读各类的档案，然后进行分类。那我一次把它归纳出几个节点啊，这个节点我以前的影片都有讲过，那这都是很好用的节点。那实际上到底是怎么做呢？假设我现在这个员工有3份档案哈，有3个表，然后 A、B、C 这样，那我先把它拉到这个云端硬碟里面哦 ，Google 云端硬碟里面。拉进来，那我主要呢就是要把它分成采购类表、销售类表，然后还有人力资源这个考核类表、考绩考核类表这样，然后都是 Teddy 这一位员工哈。好，那我来执行一次给各位看哈。好，各位哈，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执行完成了哈。它现在呢，就是把这3份表呢放到这个销售的分类、采购的分类跟这个人力资源的分类哈。那我们可以来看到底对不对哈？来，我们来看 A 这份档案。好，没有错，这是考绩的哈。然后我们可以来看采购这份档案。也没有错，这是采购的哈。那不用说销售一定对的哈。那这些档案呢，都是我就用 AI 做的哈，这个不是真的东西哦，这都是假的哈，这都是我叫 AI 做的。好，这没关系，这不是重点哈。重点就是说呢，我今天呢，如果把档案放到 Google 云端硬碟，那有非常的多份。那我就是用这个 loop 节点这个回圈节点，让它去重复执行哈。这个回圈节点，我让它去重复执行，这样每次就是执行一笔资料，这样那它就是会把我们原本的这个目录呢，去把它读完就对了。然后呢，我们来看哈，我们接下来呢就是去 download 这个档案里这个目录里面哈，这个目录里面的所有档案 download 下来呢，然后呢就是用这个 extract from file 这个节点。extract from file 这个节点是什么呢？你要知道 N8N 里面呢，这个 extract from file 这个节点哈，这个节点它可以把你的档案呢。它可以把你的档案转成 JSON 格式，或者是 Schema 格式哈。那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一种 JSON 或 Schema 的格式呢，给 AI agent 去判定。但是你要知道哈，这种转的时候，有时候因为你多行，你就会有多笔。那我们就是写一个 code 节点程式码，我们写一个程式码，把这个节点前端这个节点的多笔资料包成一个完整的 JSON 档，再丢给 AI 去判定，这样，然后让 AI 帮你去分类。分类完之后呢，我们再用 switch case 看到底是哪一种情况，然后丢到哪一个目录，那实际上你根本就不用这3条线，实际上呢你是可以这样做的哈。来，实际上你是可以这样做的。实际上所有的线呢，
都可以连到同一个 Google 节点。为什么实际上可以这样做？因为我这里用一个变数JSON ID， 我这个实际上抓的就是前端的 ID， 所以呢，它只要知道前端 ID 是哪一个，它就会丢到哪一个目录这样。那这个呢，就是利用 loop 回圈跟这个 hreflang file 这个节点呢，去做这个 AI 的自动化分析，把你的所有的表单归纳整理这样。那各位要知道，并不是所有的档案都只能用这种功能并不是像 PDF， 各位PDF Gemini 节点它可以分析 PDF Gemini 节点。Google Gemini 这里有 Analyze File 这里有 Analyze Document。Google 的 PDF 呢有 Analyze Document 它是可以分析这个 PDF 档案的这样，或者是 Word 档我记得 Word 档好像也可以。还有就是这个图片你如果是图片的话呢，OpenAI 呢跟 Gemini 也都可以分析这里有 Analyze Image 这里 Analyze Image。OpenAI 节点呢，或者是 Gemini 节点，这两个节点呢都是可以分析的如果是图片的话，这样，所以并不是说只能用 并不是说只能用 hreflang file。hreflang file 呢，它算是比较万用，它就是截取你的档案的资讯它把你截取出来，这样。那其实实际上呢，还有另外一个节点还有一个叫 convert to file 很多人会把这两个搞混了。hreflang file 是把档案资讯截取出来，那 convert to file 就是把档案呢转成你要的格式，这样，这里有转换的格式，这样。那各位比较多的问题都是读档的问题的，那这就是很典型的读档案的解决方案，这样。那像我说，我刚刚3条路径是给各位好理解就是如何去读档案这样。那你可以只要一条路径就好了。像我来示范一条路径给各位看。我现在只有一条路径好，我们把档案放进来之后呢，程式码这里要改一下我们一样这里要再加一个 search file 节点因为我们就是要根据哪一个 case 去抓哪一个分类的 ID 然后再丢到这里丢到这里变成变数，就是我要这个分类的 ID 这样。那这个 from file 呢，我们就要改一下我们这里已经不是这样了我们这里就变成是这一个 ID 了从 switch case 抓这我们的档案 ID 呢是这一个然后下面这个是分类的 ID 这样。好，那我来执行一次给各位看好，没有问题我们加了这个 search file 之后呢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变成统一一个节点，这样就好了。这样你如果有很多 switch case 的话呢，就不用写那么多节点了就只要一个节点就好了。那我们可以来看看没有错它已经都分类好了那基本上就是这样用。各位只要知道 loop 节点的意义跟这个 hreflang file 的意义呢，那基本上呢就可以把你自己的很多表单呢去归纳分类了好，那如果觉得我的影片对各位有帮助的话呢，请帮我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谢谢各位。